大家好，我是秉言直学，一位来自东方的命理师。今天我要聊的这位是当前无数人的精神导师、指路明灯、人生偶像，本人非常敬重的前辈、玄学大家、油管中文圈当红大 V 老王来了，王吉洲先生，我们都叫他大老王。秉承着 Everything Goes Lawson 的教义和宗旨，我相信大老王不会介意我这个后辈的冒犯。懂八字的朋友，如果看了他的命盘，会摇头说，这不就是典型的财多身弱、富无平人、底层的劳碌命吗？甚至可能中年破产、身陷囹圄、大错特错。如果只看了这一层，你只读懂了皮毛。真实的剧本是，这是一头本来极其强悍的东方青龙乙木，在年少时被寒冷的秋风死死的压制，困在浅滩。他是被压抑的强大。今天让我带大家拨开表象，用最正统、最硬核的八字命理，深度启底大老王传奇人生的底层代码。哪怕你只是命理小白，这期视频也能够让你看懂什么是真正的逆天改命，一个时代的天骄是如何炼成的。第一章，八字排盘。火焰山上的那株神仙草，这是大老王公开的生辰八字。前造年柱为乙卯，月柱为丙戌，日柱为乙未，时柱为癸未。这个时柱是本人推算的。第一节，寒暖燥湿。我们第一眼看过去，这个八字给人什么感觉？热，太热了。正在9月、7月深秋之时，草木枯黄，这本来是万物收藏的季节。但是大家看看它的月干，这里有一个丙火大大的太阳突出，而地支呢，这个月令戌土它是午铺，而未土它是燥土，它也是半个合铺。这哪里是深秋的草原？这简直就是火焰山。滴天髓有云：乙木虽弱，风阳解牛，怀丁抱丙，化凤成猴。大老王的日主它是乙木，它就像一株柔嫩的花草藤蔓，生在这一片火海的燥土之中，就叫做火焰土燥。木枯水干，按照常理，这个草它早就被烧成灰了，但是它为什么不仅没有枯萎凋零，还长成了参天大树？玄机就在年柱的这个乙卯及这个时柱的癸水。这一点我们先记下，这是他日后翻盘的关键。第二节，格局判断。这个八字月令它是戌土，本气为戊土，这是正财，但是月干透出的是丙火，这是伤官，这是典型的伤官格。什么是伤官？伤官者，才华之发泄也，傲气之表现也。他的财富路线非常清晰，靠嘴生钱，也就是丙火生这个戌土财星。很多初学八字的朋友会问，大老王的命盘满盘都是土财星，而这个月令戌土它又是财库，这不应该是正财格吗？他应该去当一个银行行长或者是会计师啊。非也，我们看八字不能只看月令藏了什么，要看谁透出，谁在主事。我们看月干，这个大大的丙火太阳高高挂在天上，而这个月令虽然藏着辛金，这是官星和戊土财星，但是它的本质是丁火火库，它们通通被这个月干的丙火盖头。丙火是乙木的伤官，戌土它本身就是食伤之库。子平真诠有云：伤官者，我生之物，气势傲慢，不服管教，由于才华横溢，不能傲视王侯。这就是为什么大老王骨子里透着一股狂气，为什么他敢骂资本、骂体制、骂看不惯的一切。因为他的格局是标准的伤官生财格，他不是靠守财，也就是正财发家，他靠的是折腾，靠的是口才，靠的是打破规则，也就是伤官来生出那个巨大的财富。盲派口诀说得好，伤官生财，富贵自天排，只要这把火能够点起来，钱就像流水往他口袋里钻。第三节，贵点分析，大病与大药。各位，这个八字它有个致命的大病，我们之前说地支月令戌土，日支未土以及时支的未土，对乙木日主来说，土它就是财星，这叫什么？这叫满盘皆财，财气通天。但是在命理学中有一个残酷的定律，也就是财多身弱，反为富无平人。意思就是你看着有钱，其实都是负债，或者是你周围都是钱，但是并不属于你，或者你刚拿到钱，身体就垮了，无福消受。这就好比你让一个3岁的小孩去背一座金山，结果是什么？要么被金山压死，要么看着金山干瞪眼。很多劳碌的穷命都是这种八字，财来财去，竹篮打水一场空。大家忽略了一个极其隐蔽的真相，他的身原本并不弱。我们看一下年柱这个乙卯，这是干支一气的强根比肩，而且卯木也是他的禄神，这就说明他先天带着极其强悍的生命力和根基，就像是一颗1000年的古树种子。那么为什么他早年显得那么弱，那么惨？因为大运。我们看他前2部大运，乙酉大运和甲申大运，全是金，全是官杀。年少时强金克木，尤其是第1部大运，这是他3岁到13岁，大运地支的酉金，它是7杀。他就像拿着斧头死死的去砍这个年制的卯木，形成卯酉冲。所以我们得出结论，他并不是天生就弱，他是被大运强行打压导致的身弱。这就像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一身的本事使不出来。这种被压抑的状态几乎持续了他整个童年至青年，恰恰造就了他日后惊人的反弹力。面对财多压身和官杀砍伐的双重死局，大老王凭什么活下来，而且还活成了人上人？因为他的命局里藏着2味绝世大药。第一味药，我们看，这就是实干的癸水，沙漠中的救命水，时柱癸未。这个癸水它是偏硬，它代表智慧，代表母亲。虽然癸水看起来弱小，因为它坐在燥土上面。大家想象一下，在一片火炎土燥的沙漠里，这个癸水小水塘意味着什么？它就意味着生机，它就是沙漠里的月牙泉。正是这汪水，它滋润了未土中的乙木根气，让命主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候，依然能保持顽强的生命力、清醒的头脑和独特的智慧。因为这个癸水也代表智慧，代表玄学天赋。这就是为什么他能考上北理工，为什么他能够看透本质。这个癸水就是他的灵魂之眼。第2位要年柱的乙卯，这个八字最高的贵点，年柱代表什么？代表国家，代表社会，代表大时代，代表祖上。大老王他生于1975年乙卯年，这一年出生的人自带乙木强木之气，而大老王他本身又是乙木日主，日元和流年太岁同气相求，乙木日主生于乙卯之年，这是毫无争议的应运而生，这就注定了他绝非庸俗之辈，绝非池中之物。而他随后赶上的是中国土运最旺的20年。
八白土运是2004年到2023年，它主房地产、基建和资本狂欢。我们知道木克土为财，这是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之子。大家看懂了吗？它的年柱乙卯就像是一台大功率的挖掘机，而那个时代的中国就是一座巨大的金矿。虽然早年被大运强行锁住了手脚，但是只要大运一转，进入水木之乡，比如说癸未大运，这台挖掘机就会火力全开。所以我们得出结论，大老王的八字结构木克土，它完美的契合了中国过去30年的时代脉搏，它注定了是那个大时代下的弄潮儿。第4节做工路线格局定了，那么大老王先生他具体是怎么搞钱的？这里有个极其精彩的结构，叫做卯戌相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年支的卯木，这代表他的根基、人脉以及国家背景，也是他的禄神。他去和月支的戌土，这是火库、财库，也是食伤库。戌土是土，木克土，这在盲派里面叫做禄神合财，这是一种极具爆发力的搞钱方式。它不是一点点赚工资，它是用自己的能量卯木比肩去合住了这个巨大的财库戌土。再加上天干的丙火做媒，把这个木的能量转化为火，火再去生土。翻译一下就是，他利用时代背景，也就是卯年，通过输出观点和策略，也就是丙火，直接撬动了资本市场的金库戌土。接下来这段是全网独家的深度干货，听懂了你也能看懂谁是真富豪，谁是过路财神。很多懂八字的人会说，我看懂了大老王先生伤官生财，还有这个卯戌合火，这不就是发财了吗？太天真了，这世上伤官生财的人多了去了。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忙活半天，最后都是为他人做嫁衣或者为他人打工？因为他们的财只停留在年月柱上面。在盲派里面，年柱、月柱是在兵位，也就是家外；日柱和时柱这是家里。如果财它没有从外面流进日柱、时柱，也就是主位，代表家里，那么就是得不到它。而大老王的八字精妙之处就在于，它里面有2个超级搬运工，也就是这个日支未土、时支未土。首先我们来看大老王是怎么把外面的钱搬进自己家里面的。第一招，宫根引气。他的年柱乙卯，卯木，它的根在日支和时支的未土，因为我们知道未土是木之库，是卯木的归宿，这就意味着他在外面，也就是年柱代表国家、社会折腾出来的资源，根子是连着他自己家，也就是日支、时支的，这就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每一次这个卯戌合，他都能获得相应的明面上的报酬。当然，这个量级是非常有限的。第二招，未戌相刑，暴力取财，这才是大老王暴富的终极秘密。我们看一下地支，这个月令戌土，它是火库，也是财库，这是代表社会上的钱，是资本市场的钱。而他坐下的日支的未土和时支的未土，这是自家地盘，由他控制的。未和戌见面发生什么？会发生未戌相刑。在盲派命理中，这种刑不是坏事，而是开库。他用自己家里的2个未土去狠狠的行动社会上的戌土，去开了财库。这个刑就像是用钻头去钻保险柜。他通过这种激烈的折腾的，甚至带有冲突性质的方式，强行把社会上的巨大财富搬到自己的日时柱的家里。我们得出断语，他的钱不是求来的，不是创造来的，甚至不是赚来的，而是未戌相刑的方式抢来的，是靠博弈得来的。第5节，财富特性与形象解密。为什么大老王总是在大起大落？为何他自称越矮越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未戌相刑的这种搞钱方式虽然快，虽然猛，但是也带来致命的副作用。因为未戌相刑，土气翻涌，地动山摇。因为刑它代表动荡，代表不安，再加上他八字本身就是财旺身弱。当他运势好的时候，比如说流年有水木帮身的时候，他能扛得住，就能一夜暴富。但是当运势土气太旺，比如说遇到流年柱土，这种翻涌的土就会变成泥石流，瞬间把他这个虚弱的乙木掩埋了。因为他的财库是形开的，是动态的。所以只要他一停下来，或者一贪心，他想 hold 住超过自己命格承受范围内的财富，这个土就会崩塌。这也就是为什么大老王不能在国内安安稳稳的做一个富家翁，而必须不断的折腾，不断的转型。他的财富地基本身就是在一座活火山上，所以大老王极度依赖流年，太岁对他命运的影响极大。大老王在视频中自己说过，他是北人南向，他有富贵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没长高。他如果长成大高个，越高越穷，这不仅仅是自嘲调侃，这是顶级的命理智慧。为什么？逻辑是这样的。我们之前说他的命局是火旺木焚，这个乙木是他自己，丙火是伤官。如果他长得人高马大，代表这个木气太旺，木就会疯狂的去生这个丙火，而火一旺就会把下面这个财烧焦，也会把自己这个木烧成灰，这就叫助纣为虐，加速消耗自身。想象一下，他的命局就是个锅炉，如果他身材高大，就等于往这个炉子里面扔了一堆核燃料，瞬间就会炸炉。而他个矮，在相学上这叫收敛，个矮限制了木的狂妄，不让木去疯狂生活，反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综合。这叫什么？这叫情神相济。老天爷不让他长高，就是为了让他留住那口气，留住那多天的富贵。所以各位千万别小看身边那些其貌不扬、个子不高，但是目光如炬的人，那往往是浓缩的精华。第6节，财富等级与儿时魔力。我对大老王的八字分析了个透彻，那么这个格局的天花板在哪里？我们必须聚焦他人生最辉煌的10年，癸未大运是1998年到2007年前后。我们注意到大运这个时柱福银，这种福银坏事加倍，好事也翻番。大运天干癸水透出，润局生生，给这个下面的乙木根气提供了滋润。而地支未土，它也是木库，帮身担财，这就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古书有云，得知其人富，排其同门户。在那10年，中国的房地产和资本市场野蛮生长，他的伤官生财遇到了最好的水木运势。我们可以判断大老王的财富等级绝对不是普通的富人，也就是 A7 或者 A8，而是 A9加9位数以上，一级打底。虽然他不是马云那种 A10，因为毕竟乙木身弱，担不起万亿之财，但是在那个时代，他已经是极少数实现了绝对财富自由的资本大鳄，这也为他后来移民加拿大，过上神仙日子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这份富贵来得并不轻松。大老王在视频中自曝童年阴影，那是因为他第一步大运就是乙酉大运，
大运地支酉金与这个年柱的卯木形成了卯酉冲，这是极为粗暴的、直接的、凶险的金木交战。倘若没有实干的癸水滋润，恐怕大老王很难熬过来。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为什么老天爷要在他小时候用这个酉金克他的卯木？因为这块乙木太优秀了，太清纯了，他必须经过修剪，否则这棵树就会长成温室里的花朵，根本无法承受日后那泼天的富贵。那些痛苦的经历是在练心，是这个酉金七杀在强行打磨他的意志，逼出了实干癸水的潜能。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大老王，能够笑看风云，能够拥有那种看透世态炎凉的犀利，全部得益于早年那段至暗时刻。没有当年的七杀共生，就没有后来的食神之杀；没有当年的身不由己，就没有后来的逆天改命。我们对第一章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大老王的石柱癸水印星就在未土财库之上，这就预示着他一生都在欲望与理智之间极限拉扯。身强时，这是财破印，是用财富去兑现智慧；而身弱时，这叫财坏印，容易被欲望、财色名冲昏头脑，结果就是灾难。他的命局就是一个需要极高智慧来维持平衡的走钢丝的游戏。这个未土既可以是保护他的木库，也可以是掩埋他的造土，也就是入木。这个虚土，它既可以是他的创意源泉，也就是食伤库，也可以是压垮他的沉重债务财星。天堂地狱只在一念之间，只要实干这个癸水代表智慧，代表觉知还在，他就能够驾驭这头巨兽。一旦智慧枯竭，欲望膨胀，那么等待他的可能就是土崩瓦解。大老王他身作双位土木库，背靠年柱乙卯，手握会见实干的癸水，虽然被早年的乙酉大运封印了力量，他就像一座休眠的火山，像一条困在浅滩的龙。他拥有翻盘的所有底牌，只等待一个信号，一个岁运引动的契机。那个契机就是如何解开封印，在一夜之间从凡人飞升为资本大鳄，又转身为油管顶流的大老王。2007年遇奇人，2011年全家移民避祸，预言的2012年的命中之劫又有何玄机？那个最神秘的何开关？2023年发生了什么？这就是大老王，一个在刀尖上跳舞，在火坑边种草的时代奇人。第二部分，性格黑洞，爱欲修罗场。上一章我们聊了大老王怎么把外面的钱搬回家。他是曾经的资本大鳄，是现在的油管自媒体大 V， 拿星教主，是无数人的精神导师。他教你赚钱，教你识人，教你润学。他看起来慈眉善目，通透豁达，但是一个财多身弱的男人，一个自称欲望极强的伤官男，真的能在这个诱惑遍地的互联网世界做到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吗？如果有一天一段关于他和某个小少妇的不雅视频流出，他那苦心经营的教主人设会不会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为什么大老王满嘴小少妇，自称大火箭？究竟是老男人的意淫，还是天赋异禀，深藏不露？为什么他童年被亲妈暴揍，如今却成了无数人的精神教父？别眨眼，这里有人性的扭曲，也有命理的无奈。今天我们不吹捧，也不抹黑，拿着八字的放大镜，用最冰冷的命理手术刀，剖开大老王的性格底色、童年血泪，以及未来那场足以致命的桃花杀局，理解性格解剖伤官男的致命诱惑与塌房风险。老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像大老王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性格，到底是装的还是命里带的？我们看一下月令后出丙火，三命通会断语，伤官其志，傲王侯，好胜争强，不罢休。所以可以断定，大老王他拥有极致的狂妄与才华，他是典型的伤官男。这种男人的特点，聪明绝顶，反应极快，但是骨子里极度的自恋。他为什么敢移民，敢做油管？因为伤官天生就是叛逆的，他不服管，讨厌体制，他一定要打破规则。如果他是个乖乖听话的正义男，他现在可能还在体制内喝茶看报纸，根本就成不了大老王。我们光看月令，光看伤官格太粗糙了，我们还要看一下他的根，也就是日元本气有乙木心性，能屈能伸的社会变色龙。大老王是乙木日主，乙木是什么？是藤萝，是花草。地天髓有云，藤萝细甲，可春可秋。乙木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依附，能屈能伸。我们看大老王的发家史，从依附体制到依附资本，再到如今依附油管、依附流量和粉丝，他永远知道大树在哪里。这种性格让他身段极软，极擅长搞关系。他不是那种宁折不弯的假木直男，他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顶级社交高手。第三，天秤座和日座三库的纠结。大老王他是天秤座，本身就追求平衡，但是也容易表里不一。更绝的是，他日支是未土，他是木库，也是财库，他也是火库，你们中间有冰火，这就意味着他的内心是一个大杂烩。他有木的仁慈，也就是想当教主救人；他有火的狂妄，这个丁火就是想骂人；更有土的现实，就是想搞钱。这三种力量在他心里面天天打架，所以他才会呈现出那种他一边教你仁义道德，一边教你厚黑搞钱，还教你房中秘术的矛盾的魅力。大老王财多身弱，很多人问是不是很抠门？恰恰相反，大老王是正偏财混杂，而且财气通门户。这种格局的男人对外人往往是极度慷慨仗义，因为乙木身弱，他需要用钱去搞关系，去换取安全感。他不是那种算计姜葱蒜的小男人，而是要算大账的商人。第五方面，塌房的隐患，嘴它是最大的祸门，而伤官就代表口舌。伤官它可以生财，它也可能招惹是非，所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现在有多火，未来塌房的风险就有多大。因为伤官太旺的人容易恃才傲物，说话不留余地。注意，他的命中七杀就代表小人，规则一直在虎视眈眈。如果有一天他塌房了，一定是因为他那张嘴，也就是伤官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或者是说了不该说的大实话。所以我们得出结论，大老王的仁慈和教主的人设有一半是真的，这是乙木的本性，而有一半是演的，这是深层的智慧。他确实想渡人，但前提是给他带来巨大的利益，这就是这个日支未土的矛盾性，这就是一个在刀尖上跳舞的灵魂。他的魅力来自于他的狂，他的危机也藏在他的这个狂里面。
第二节，童年阴影，母亲的爱为何带着血腥味？接下来我要揭开大老王心底最深的伤疤——童年家暴与校园霸凌。如果说八字原局是剧本，那么乙酉大运就是那场最惨烈的演出。很多人不理解，像大老王这么牛的人，为什么童年会遭遇母亲的家暴？难道真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吗？不，这是一场命理上的连环车祸。关于校园霸凌，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乙酉大运。天干乙木代表他自己，而地支是酉金，它是七杀，在12长辰宫里面，乙木见酉金，它的状态是绝，这就是截角杀。他整个人坐在七杀上面。更可怕的是，这个大运的酉金，它直接冲克年支的卯木，这个卯木禄根一定不能受损的，不能受伤的。卯酉冲金木交战，骨肉形伤。命里有言，卯酉冲金木交战，骨肉形伤。而年柱代表早年少年时期，这个根基被冲烂了，这就对应了他在学校遭遇的校园霸凌。那10年，他可能就像一个没脚的小鸡，经常处于恐惧之中。第二，夹缝中的童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石柱的癸水，这是他的印星偏印，代表母亲。但是癸水他坐在燥土未土上面，被丁火炙烤，被这个己土克得死死的，就在盲派命理中叫做印星受损。不仅如此，月干的丙火它是伤官，在6亲中，它代表命主的奶奶，也就是癸水的婆婆。这个丙火会直克10干癸水，这种水火不容的相克，而且地支是一片的土，这就代表父亲的家族，这些土和火要把代表母亲的印星克死。所以大老王小时候，母亲在这个大家族里面，他是被丙火、冰火和下面的土一起克的，处于绝对的弱势和扭曲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母亲打他其实是在发泄他在这个家族中受到的委屈。母亲她自己过得很辛苦，本身并不是一个强势、蛮横、不讲道理的母亲。尤其是这个丙火克癸水，他们透到天干上，说明这种婆媳矛盾公开化。而大老王这个小小的乙木夹在母亲和奶奶中间，他就是这场婆媳战争的牺牲品，也是见证者。这就造就了他后来的极度敏锐、善于察言观色的性格。因为不敏感就挨打。第三方面，为什么亲妈打他？消沉得势。我们之前说过，火土克水导致母亲这个癸水受气，但是这只是其一，更深层的原因是在大运癸水原本它受克很弱，但是到了这个乙酉大运，酉金它能够生水，母亲癸水突然得到大运强劲的生助。生母亲这个源头它是七杀，而且它本身是在卯酉冲伤害命主，这个七杀是带着凶性的，它的力量全部灌输给了母亲癸水。母亲能量的源头本身就带着凶性的，所以此阶段的母亲她不再是温柔的正义，而是偏激的消沉，她把自己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全部转化为对儿子的高压控制。我们得出结论，那10年的母爱是扭曲的。母亲本来是他在濒临世界里面唯一的依靠，但是这个依靠手里面却拿着鞭子和棍子，这种又爱又恨、想逃又逃不掉的窒息感，彻底的重塑了大老王的性格底色。他极度的缺乏安全感，却又极度的渴望掌控一切。第4方面，甲申大运转机出现，直到进入甲申大运，也就是大老王14岁到24岁，天干甲木透出，而乙木见甲木会形成腾龙西甲这种格局，而柔弱的乙木有了甲木作为依靠，他就有了主心骨，有了奋斗目标。从而这个乙木不再胆小怯弱，虽然地支依旧是强金，这个根金它是正官，它代表规则，它不是七杀那种暴力，而且有这个大哥甲木帮他扛事，他这个大运会比以前过得好很多，而且这个申金没有直接的冲克关系，会形成恰当的力量平衡，并且正官他没有给母亲提供了义气，这种能量是正向的。可以推测，在13岁以后，大老王上初中以后，母亲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粗暴，动不动就棍棒伺候。这不仅是符合命理逻辑，不仅仅是大运流转的影响，它也是人的成长，是蜕变，也是岁月的打磨。从此，大老王进入新的环境，然后考上大学，开始在规则，也就是这个申金，通过奋斗，也就是这个劫财甲木，去寻找出路。第3节，情欲揭秘，大火箭与小少妇的真相。来了，全网最想知道的八卦，大老王他总挂在嘴边的大火箭到底是真是假？他是不是真的好色成性？作为命理师，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这很有可能是真的。第一方面，大火箭的命理依据，大家别觉得这是开黄腔，这是生理八字学。大老王的日支它是未土，它本身就是木库，他自己坐在木的仓库上面，而木它主生发，主肝经，也主纳巴尔。库代表什么？代表大多，深藏不露，能量巨大，再加上10干的癸水一直在滋润这个木库，水生木，木有库，这意味着他的本钱也就是木气不仅巨大，而且有源头。所以他说自己天赋异禀，有大火箭。从命理上看，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这是日做木库特有的生理禀赋。第2方面，是真风流还是打嘴炮？我们从命理上分析，大老王他确实带有好色的禀赋，他满盘的财星，而男命以财为妻妾，财多自然女人缘旺，欲望强。除此之外，这个八字火炎土燥，阳气过盛，它需要宣泄。但是请注意，它是双官格，双官的特点就是口花花。很多时候他在视频里聊小少妇，更多的是一种嘴上的发泄，也就是双官泄秀。渊海子平有云，双官多欲，好色风流。所以这既是他的本性流露，也是他吸引流量的手段。大老王他太懂人性了，他知道观众，尤其是男性观众爱听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命理定性。大老王他是有贼心，有贼胆，更有贼钱。但是他现在的境界，他癸水的智慧，让他能够把这种欲望升华成一种人设，而不是真的到处乱搞。那么大老王到底花不花心？我的答案是，在他过去财气通门户的岁月里，他绝对是个风流人物，特别是在这个癸未大运中。首先，这是财多身弱的五常心理，男命以财为女人，他满盘都是财，
在他财富爆发的伟大命中，他身强能担财，所以钱和女人是同步来的。对于一个早年极度压抑，也就是在已有大运中自尊心受创的男人来说，当他有了钱，他一定会通过征服女人来补偿当年的自卑，来证明男人的雄风，这是人性的必然。所以他视频里那些关于女人的阅历，大概率不是编的，而是丰富实战经验的心得。第二方面，那么现在呢，他成了教主，是不是就收心了？警报拉响，他目前走的是新四大运。虽然这里是伤官生财，看似求名利，但是明年的丙午年对于乙木日主来说，午火是长生之地，也是桃花之地。更要命的是，流年神煞带有天喜鸿雁煞，鸿雁煞是什么？就代表多情多欲少人知，六甲生人命里推，它比咸池桃花更凶，代表私情暧昧，容易因色生灾，而且还带一个勾脚煞。勾脚代表什么？代表勾连、纠缠、牵连、官非。当这个鸿雁煞遇到勾脚煞时，就叫仙人跳，就叫桃色敲诈。如果在这个时间点有一个崇拜他的女粉丝或者小少妇出现，投怀送抱，他会不会因为一时冲动双关谢秀一把，或者是想证明自己大火箭的雄风而通过了好友验证？一旦被人录音录像拿住把柄，哪怕只要一张照片流出，他那个看透世事、超凡脱俗的教主人设还立得住否？所以大老王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小少妇虽好，人心隔肚皮，色字头上一把刀。如果真的是心痒难耐，不妨先看一看对方的八字。第4节，神仙眷侣任期张教授，他是救火队员还是管家婆？聊完了风流韵事，我们必须聊聊那个能降服大老王的女人张教授。很多人觉得大老王这么狂，他家里的老婆一定是忍气吞声的小媳妇吧？错。打开他的八字，你会发现这位张教授才是这个家里真正的定海神针，甚至是幕后操盘手。首先，悉心得位，掌管财政大权的女强人。我们来看日支未土，它是夫妻宫，未土是什么？它是偏财，这就意味着在家里财政大权是掌握在老婆手里。而大老王他以木生弱，他负责在外面吹牛搞流量，也就是木生火；而老婆土旺，他负责收钱理财兜底，也就是火生土。这就是完美的夫妻店。没有这个强势的老婆帮他守财，以大老王的财来财去的性格，钱早被败光了。第二方面，紫微星宫揭秘，深入七宫，灵魂的绝对绑定，代表大老王后半生归宿的星宫恰好落在夫妻宫午火位上。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后半生的成就、幸福、归宿完全绑定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他生系七宫，妻在人在，妻亡人消。这话虽然夸张，但是足以说明妻子对他的重要性。我们再看夫妻星宫的干支组合，天干为壬水，它是代表智慧，代表硬；而地支为午火，这是热情，也是食伤。干支自合，丁壬暗合，这是最高级的夫妻关系。表面上男人是火，妻子是水，水火不容，实际上他是壬水，专门来合他身体里面的丁火。我们翻译一下，张教授不仅是他的妻子，更是他的精神导师和心理医生。他懂他的狂妄，也懂他的脆弱。所以在大老王那个火炎土燥、焦躁不安的世界里，张教授就是那场及时的甘霖。第三，妻子的状态与健康，但是凡事都有阴阳两面。在大老王的八字里，土代表妻子，现在的八字火炎土燥，这预示着张教授虽然能力很强，但是身体，尤其是脾胃、消化系统、生殖系统，一直处于上火干烧的状态。而且这个时干的癸水，它也代表女性长辈，也就是妻子健康的源头，它一直被土克，这就意味着妻子虽然精神强大，但是体质可能偏弱，或者长期处于某种慢性消耗的状态。为何我称大老王和张教授他们是神仙伴侣？因为在他火烧火燎的命局里，张教授也就是壬水，就是那场及时的雨。他不仅包容大老王的狂妄，也就是午火，还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现在的大老王虽然嘴上还会调侃女人，但是我相信他的身体非常诚实的依赖着张教授。他会把更多的精力，也就是伤官，用在搞创作，而不是搞女人，因为他知道只有张教授这个壬水能让他把火烧得更久。第5节，子女传承，二女一子的玄机。最后我们聊聊大老王的孩子。铁板神书断言，大老王命中有二女一子。这在八字里面有迹可循吗？长女在紫微斗数中，子女宫落的身位，身中藏根金，也就是正官，她的女儿星为正官，根金与这个日元乙木形成了乙庚相合，所以长女和爸爸最亲，是她的贴心小棉袄，而且大女儿未来的成就也会非常高，因为正官得位。而次女大老王的八字里火气，它代表食伤特别旺，也可以代表女儿。男命本以正官为女儿，但是食伤为我生之物，当食伤旺极时，也代表子女原生，就不止一个，所以得2个女儿是应有之意。得二女儿的孕期原局中不见，需要从大运流年中寻找。而幼子月令虚土中的辛金七杀，这代表儿子，儿子长得深又在月支，说明他来得晚，也寓意着其性格他比较内敛深沉。而父子关系，大老王他自己是伤官格的人，而儿子他是七杀，他主权威也主叛逆，这对父子他们未来的关系恐怕也是相爱相杀。儿子他不仅会继承财富，也会继承他那股不服输的叛逆的劲头。我们对第2章做一个总结，从浪子到教父的蜕变。我们聊完了大老王的性格、情欲和家庭，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真相，这不仅仅是一个好色的男人，更是一个活得通透的男人。他用伤官的狂妄去挑战世界，用日坐木库未土这个本钱去享受生活，又用癸水的智慧去平衡家庭和欲望。他从原生家庭的泥潭中爬出来，满身伤痕，却练就了一身红皮铁骨，并未形成偏执甚至扭曲的三观，何其的难能可贵。但是我们故事的高潮还没有来，一个被原生家庭家暴、被大运压制的穷小子，是如何在1997年至1998年那个特殊的节点，突然抓住了时代的脉搏，一飞冲天，开启了鬼位大运的财富神话？那10年他到底做对了什么？又是如何在壬午大运中急流勇退，保全了身家性命？下一章我将深度复盘大老王的黄金岁月。
第3章黄金10年，神树断命与万里大逃亡。上一章我八卦了大老王的性格、情感和家庭，这一章我要讲真正的硬核传奇，我要复盘大老王人生中最疯狂、最辉煌也最惊险的一段岁月。这不仅仅是一个穷小子的翻身的故事，它也是一部中国金融发展史的缩影，更是一场人与宿命的终极对决。为什么一个在体制内看小说打发时间的边缘人，能在短短3年内摇身一变成为香港豪门的首席代表？那个神秘的铁板神术大师到底跟他说了什么，竟然吓得他在世界如日中天时抛弃辛苦建立的基业，举家逃往加拿大？如果大老王当年没跑，留在国内，真的会像预言那样，老婆死，事业败，人入狱吗？各位，请系好安全带，我们穿越回1998年，见证大老王的诞生。鬼威大运，时来天地皆同力。1998年，大老王23岁，这一年他正式换入鬼威大运，也就是1998年到2007年。这部大运是他人生封神的起点。为什么？大家看一下他的原局，石柱是鬼位，而大运也是鬼位，这在命理上叫做岁运福银。古书上说反阴福银，疲累黎明。通常福银是代表痛苦，但是大老王的这个福银是喜神福银。癸水它是沙漠中的甘露，而未土它是木之库，是命主的能量源。大运与这个石柱重合意味着什么？石柱它代表人生的结果，代表门户。这一步大运直接把他人生的结果给引爆了。这就好比他本来手里拿着一把钥匙，也就是这个石柱，但是这个大运直接给他送来一扇金库的大门，钥匙插进去，门就开了。我们看到1997年丁丑年，大老王刚刚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进入国家体改委，随即被发配到偏远的黄石体改委。那半年他处于潜龙勿用的阶段，因为那个丑土它是湿土会火，他的才华施展不出来。而1998年进入到戊寅流年，大运一交，这个寅木地旺入局，他立刻被调回北京，从此开启了开挂人生。这就是命，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第二届2000年庚辰年，在这个黄金10年里，哪一年最关键？2000年庚辰龙年，这一年大老王25岁，他当上了香港李福造家族基金的中国区首席代表，并创立了颐和资本。懂八字的朋友都会问，尘土来了，辰戌丑未四库乱冲，不是土多金埋，为什么他没有倒霉反而发了？这里藏着2个惊天的秘密。我们来看一下，在原局中，大老王的日柱乙未旬空在辰巳，也就是说他命里面的财库，也就是这个尘土，它代表财库和印库，它是在日柱空亡的，它本来是空的。但是2000年庚辰年尘土它实实在在的来了。我们命里有口诀，空亡逢田时，吉凶应验100倍，这个财库被填满了，他终于拿到了那个本该属于他的巨大的财富机会。第二方面，乙庚相合，我们注意到流年太岁的天干这是庚金，而日主它是乙木，这就形成了经典的乙庚相合。而庚金它是正官，这就叫做官来合生。官代表什么？它代表贵人、名气、官方背书。而香港李家它是什么地位？那就是顶级的正官。这一年他借助正官的力量，直接完成了阶级跨越。虽然地支四库相冲，但是因为天干乙庚相合，这场冲撞就变成了冲开财库的惊天礼炮。第三方面，癸水得柱，我们再看一下癸水与这个石柱的癸水福银，癸水的力量倍增。而年干又来一个庚金，我们知道金会生水，辰中有癸水根气，又是水库，所以辰土为这个原籍中的癸水和大运癸水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和根气。所以在此年日主乙木，他的力量变得异常的强大。大老王由身弱变成中和，他逐渐可以驾驭巨大的财富，不至于形成富无平人的窘境，由此开启了他中国初代资本巨鳄的壮阔生涯。第三节，2007年丁亥年，神树断命，身强至极。时间来到2007年丁亥年，这一年是癸未大运的最后一年，也是大老王命运的分水岭。因为在这一年，他遇到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男人，铁板神术传人马文章。命理玄机为何是这一年？我们看一下丁亥年，地支它是亥水，亥水它与年柱的卯木、日柱和时柱的未土形成了亥卯未三合木局。三命通会中有云，三合化局，气势磅礴。所以在这一年，大老王的能量场，他的身强达到了人生的最巅峰。这是一个木气冲天的年份，他从身弱变成了极强。身强代表什么？就代表自信爆棚，也代表云蹶开启。因为这个亥水它是天门，它是通灵之地。另外我们注意到丁亥年此年的神煞出现了国印贵人，这主掌权；德秀贵人，这主预览呈祥。而这个磁管它主声名远播，在夏天的流月又送来天乙贵人，这就是那个能看透大老王一生的神人马文章。这绝非巧合，而是同气相求。马大师拿着算盘噼里啪啦一打，给了大老王几句断语：寿元86，这是定心丸；原配当死于壬辰2012年，这是夺命符；大限在即，不走则亡，这是通关牒。正是这几句话，让站在人生巅峰、意气风发的大老王感到了彻骨的寒意。第四届，壬午大运，气命从而，在火焰刀尖上的狂欢与崩塌。2008年，大老王换入壬午大运，懂行的朋友一看这部大运就会吸一口凉气。地支出现午火，而这个午火它引动了全局。首先，午火与这个未土形成了午未合化火，卯戌也合化火。我们放眼望去，地支满盘皆火，而这个大运的天干壬水，它坐在午火上，本身就是屁股着火，而且这个大运干支还存在一个干支自合，这就是丁壬暗合，化为木火。此时的大老王的八字已经不是燥热，而是一片的火海。这个10年，他的命盘就变成了一口烧红的高压锅。很多命理师会皱眉头，这10年火土燥热，他一个乙木身弱，不是应该被耗干而死吗？怎么反而成就了资本大鳄？如果我们还抱着还多身弱的老黄历，是永远看不懂大老王的。在这里，我们要抛出一个颠覆性的命理判断：在这10年里，也就是在壬午大运中，他根本就不是身弱，他是气命从而合。
我们形象的比喻，这个乙木日主他一看这个水干了，下面的根就化了，四周全是火。这个时候他乙木做了一个最聪明的决定，我不反抗了，我加入你们，所以他彻底放弃了自我，惜命从而顺从了强旺的火势，也就是伤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这个10年，乙木他不再是那个需要呵护、需要灌溉的小草，他自己就化成了火，他自己就是趋势，他就是资本泡沫本身，他就是那个疯狂时代的代言人。命里有言，从而革，见而又见而，富贵不可言。子命局从而革，最喜火土。所以在这10年，如果没有那个要命的2012年，大老王他必然如鱼得水，财富会指数级暴增，因为他已经和那个疯狂的时代融为一体了。这就是大老王在那几年如日中天、点石成金的底层逻辑。这对应了什么？这就对应了中国资本市场最疯狂的10年。他在这期间亢奋狂热，赚得盆满钵满。此时的大老王身若从火，他已经停不下来了。第5节，2012壬辰，从而革的瞬间崩塌。时间来到2012年壬辰年，那个马文章预言的结束之年。为什么这一年是死局，是命中大劫？因为来的不是小雨，而是沧海之水。第一方面，强势反局，泛旺之灾。在壬午大运中，原局形成了一片火海的从而革，而从而革最忌反局泛旺。但是在这个壬辰年出现了一支水军。这个水军，它的总司令是这个流年的尘土，尘土它是水库，而且壬辰它是一柱魁罡，这就代表国家机器的雷霆手段，它带着不可抗拒的大势。大将是流年的壬水，而前锋就是这个大运天干壬水，它原本是力量极弱，坐在午火上又被天刃合化木，但是现在有这个水出撑腰，他立马翻脸加入这个水军。这个癸水它原本是我们原命局的友军，此刻见到尘土水库，他为了保命或者顺应大势，他就立刻加入了水军。所以这哪里是衰水，这是滔天的巨浪，这是整整一支全副武装的黑色军团。这支水军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月柱的丙戌直捣黄龙。这个月柱丙火它是伤官，代表大老王的嘴巴、思想、自由，他的才华；月支的戌土还代表大老王的事业平台、公司、圈子和大本营。一场极为惨烈的水火交战已经无法避免。我们来推演一下战况。我们来看天干，2个壬水加1个癸水，他们一起去克这个丙火，这就形成了印制食伤，或者是枭神夺食，3座大山压住一团火，丙火会被浇灭，因为丙火它是生虚土财星的源头，这就意味着财源断绝、话语权丧失，也意味着人身自由的被剥夺、牢狱之灾等等。而地支水库尘土它直冲虚土，就形成了辰戌相冲，大水漫灌，火库崩塌，这就意味着公司查封、资产清零和团队解散。而这个土被冲散，也代表妻离子散、家宅损毁。这是一场公权力，也就是水对自由资本，也就是我的彻底的清算。这股巨大的水势冲向了正在燃烧的从而革火局。我们命里有铁律，从革最怕还原，水来了，他要去生木，他要去灭火，他强行要把大老王从火神打回乙木原形，这叫做反局，也叫做泛旺。结局就是火灭，也就是入狱或者死亡，还有土崩，也就是破产或者家亡。这就好比高速飞行的火箭突然撞上一堵水墙，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解体。为什么比普通身弱更惨？如果只是普通的身弱，水来顶多是受惊吓、破财，或者是公司倒闭，或许最坏的情况妻子健康出问题。正是因为是破格，格局破裂，这意味着他赖以生存的根基逻辑，也就是财富模式，在这一年被连根的拔起，从格一破，不死也脱层皮。这就是为什么他面临的不仅仅是破财，而是牢狱和生死。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家破人亡，这不是算命先生的妄言。在那种水火爆炸的能量场里，肉体凡胎是扛不住的。第6节，2011辛卯顺利大逃亡。既然2012破格反局如此凶险，有细心的朋友会问，2011年辛卯年天干透出辛金七杀，为什么没有破格？为什么没有出事？这正是大老王的高明与幸运之处。我们来看一下癸卯年天干，这是辛金，它是七杀；地支是卯木，它是比肩。辛金坐在卯木上，它是绝地，这就是一个虚浮无根的金。而大老王的局中漫天的烈火，弱小的辛金他一入局，瞬间被这个旺火熔断。这就取向为他确实在这个2011年遇到了一些政策上面的压力，或者是听到了一些风声，但是因为这个火势太旺，实力太强，这些压力、这些可能的负面的监管或者是调查都被他搞定了。第二方面，最后的逃生门。但是这个辛金的出现，它毕竟是一个信号，它虽然没有让这个从而革破格，但是它的预警金水已经开始进气了。这个大运的保护罩正在松动，在2012年那个关口，留给大老王的路只有一条。如果留在国内，从而革崩塌，便会身若乙木，而身若乙木面对辰戌冲和人克丙，就是妻亡家破和坐牢的结果。他走的时间选得太神了。2011年辛卯年，早一年他舍不得，而晚一年他走不掉。这一年卯戌相合，这就代表资产完美打包。流年的地支这个卯木合住了他的财库虚土，这在命理上叫做闭库，就意味着他把国内的庞大的资产、人脉、资源，通过某种精巧的关系，就是这个卯木打包变现封存。所以这个辛卯年这一年，他不是在赚钱，而是在清场。他不是狼狈的出逃，他是带着战利品从容的撤退。第二，提前量。如果大老王他等到2012年辰戌冲发生时再走，资产被冲散，公司被审查、被冻结，那个时候想走门都没有。而且我们事后诸葛亮的看，2015年之后的外汇管制收紧，如果再想把这么多钱从容带出去，难如登天。所以我们得出结论，大老王的逃亡，或者说举家移民，是一次精准的抢跑。他用辛卯年这个辛金七杀，用辛金克乙木，断情丝，剪断了他与国内的牵连牵挂，带着卯戌合的财富安全降落在北美的土地上。第7节为何要逃往西方？
在2011年，大老王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去西方滨水旺的温哥华。这就回到我们刚才的悖论，既然水是灾，那么为什么还去加拿大那个金水旺地？这是顶级的通关智慧。第一方面，用金做盾牌通关，在国内是水火直接对战，也就是半旺；而去了西方金旺之地，就建立了一个流通的渠道，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或者说利用金来转化水的杀气。用加拿大的金通关了水和火的矛盾。金是什么？是西方的法律制度以及外国人的身份。所以大老王他躲在金的保护伞下，让那股狂暴的人水变成了温和的雨露，不再去炸锅，而是慢慢的润土。第二方面，安和旺冲，解救地支，这一招最绝。流年的辰是龙，他要冲他的命根子这个戌狗。大老王他跑到了有机的方位，也就是西方，从而辰酉相合，这就代表辰土看到了酉金，光顾着谈恋爱，忘了去收拾这个戌土狗。那一季足以让他家破人亡的重拳，因为方位的转换打在了棉花上。第三章总结，既然从尔格保不住，那就彻底放弃。大老王做了一个惊人的能量转换，他离开了那个让他发财发光荣耀加身的火地中国，他主动结束了从尔格的狂欢，回归到一个普通人，也就是身若洗金水调湖的状态。他不再追求暴富，他只求平安，应手护身。这是一次壮士断腕般的格式化重启，这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坚毅和果决，更是知命用命改命的顶级智慧。第四章，铁证如山与10年蛰伏。第一节，跑路的现实逻辑，抛开命理玄学不谈，从现实层面看，大老王为什么要跑？是因为他犯法了吗？并不是。是因为警察上门了吗？也不是。真正的高手永远是在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之前就已经坐在救生艇上了。很多观众可能会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不就是充个财库吗？至于坐牢吗？朋友们，千万不要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当时那些事。大老王做的是什么？他做的是私募，是民间资本运作，是并购重组，是把企业包装上市，这是商官生财的行业，靠聪明才智，在规则的边缘和缝隙里用杠杆撬动财富。在2028年之前，那是把握禁止即可为的黄金时代，但是进入人物大运，也就是2008年至2017年后，风向变了，那是4万亿的时代，也是国进民退端倪出现的时代。金融行业的收紧，国家开始要规范、监管和收编这个市场，也就是无火。而大老王他会明显感受到不自由了，以前能做的事现在红线多了，以前能赚的钱现在被盯上了，那种被官方力量死死盯着的压迫感，就是盯人暗河的真实写照。虽然当时国家并没有全面打击这个行业，只是出台文件要求规范化，但是在大老王商官格的眼里，规范二字就意味着紧箍咒。他敏锐地感觉到那个草莽英雄野蛮生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特别是到了2011年到2012年，人水这个国家机器，它开始对丙火，这代表着民间野蛮资本进行无情的围剿。对别人可能只是规范发展，但是对大老王这个命盘来说，这是灭顶之灾。为什么？因为它的根基全在这个虚土。流年的尘土，这是水库，它代表国家意志，它带着巨大的动能撞了过来，水火不容，湿土冲燥土。对于别人，这只是一次行业整顿，但是对于他，这意味着他的公司会被冲散，他的话语权会被剥夺，他的资金链会断裂，他可能就是那个被棒打的出头鸟，被杀来儆猴的鸡。所以大老王为什么要跑？看看那个时代没跑的人吧。案例1，吴英案，2012年死刑复核，当年的亿万富姐，他做民间借贷和资本运作，就是在2012年壬辰年，他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死缓。他的罪名是集资诈骗，而在大老王那个圈子里，私募和非法集资往往只隔着一层纸。吴英的下场就是丙火被人水彻底浇灭的极致表现。虽然大老王他做的不是非法集资，但是这个消息无疑是一声惊雷，他传递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在人水公权力面前，丙火民间资本是何等的脆弱。作为一个商官格的聪明人，他绝不会等到刀架在脖子上才走。他看到了同类的下场，他读懂了命运的暗示。案例2，黄光裕，2010年入狱，连当时的中国首富都被送进去了。案例3，德隆系唐万新，虽然倒得早一点，但是余震一直都在。命理映射大老王的这个卯辰相害，加上双刃克丙，枭神夺食，这在门派口诀里叫做食伤被夺，牢狱之灾，禄神受穿，身体受刑。看看吴英穿着囚服站在被告席上，大老王的心里比谁都清楚，如果不走，下一个站在那里的可能就是他自己。所以他的逃亡不是惊弓之鸟，而是虎口脱险。第二节，长远的蛰伏，躲过2012，还要躲过诱惑。既然顺利躲过了2012年大劫，那么2013年癸巳年、2014年甲午年、2015年乙未年，不都是火土流年吗？火旺帮身，他为什么不杀个回马枪？这才是大老王最高明的地方，忍。人武大运天罗地网，虽然流年是火，也就是这个地支4、5位看似利于他伤官生财，但是这个大运头上这个人水始终悬着，这代表官方监管压力。如果在2013年到2015年回来，他确实能赶上那波杠杆牛市的疯狂，但是紧接着就是2015年的股灾和随后更严厉的金融整肃，比如说徐翔案。如果他在火旺的流年回来重操旧业，火生土欲望膨胀，他必然会在2015到2016摔得更惨。第二，蛰伏的命理逻辑，他选择在加拿大躺平，他用这漫长的火土流年，也就是2013年到2015年。他不是去赚钱，而是去修心。他把命局里躁动的火气，通过加拿大的冰雪和读书，慢慢的压下去。事实证明，那些在2012年没有死透，在2015年又跳进去的人，最后都成了韭菜。而大老王，他因为离场，完美的避开了中国金融史上所有的深坑。第三节，辛巳大运初期，火土重与水木寒。2018年，大老王换入当前的辛巳大运，这个天干心经透出，天生克制日主乙木，这意味着这个10年他始终感觉到头上悬着一把刀，不自由，有压力，必须小心翼翼。而具体的流年复盘，2018年戊戌年土太重，财多身弱，到了极致。这一年他如果出来做事，绝对是被钱压死，或者是亏得底裤都不剩，所以他选择了躺平，是极其明智的。2019年乙亥年、20年庚子年和21年辛丑年，这是连续3年的水旺流年。悖论再现，你们可能会有疑问，
水不是硬，硬不是生吗？但是这几年的水，它是金水湿寒，冬天的水这是冷水，而这个乙木它是花草，乙木在冬天它最需要的是丙火，是温暖，是太阳，而不是这个寒水。所以在这几年水虽然旺，这个寒水灭了火，这个火是我们命主的食伤。这就代表表达、名气和输出，所以这几年他虽然在读书、在思考，但是道不出来，因为丙火食伤受制，他想说，但是时机未到，没人听，他没有好的渠道，而且因为这几个流年硬重，就代表人哪年少动，在这个冷水的年份里，冰冷的北美洲，大老王他没有那个激情去燃烧自己。第4节命运的闭环，故事讲到这里，大老王的前半生感命史已经彻底的清晰了。他靠鬼威大运起飞，是顺应天时；而靠辛卯流年出走，是壮士断腕。靠在加拿大避其锋芒。大老王的2012不是一次简单的逃难，而是一次命运的格式化。他亲手按下了重启键，从一个狂暴的从儿格切换回了冷静的应消格。这种对命运节奏的掌控力，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他用主动失去名利，换取了被动的存活。这不仅是算命，这是生存的哲学。虽然公司没了，资产缩水了，但是衣食无忧，老婆还在得一子一女，这样安逸的生活已经超过9成9的国人。这是弃车保帅的胜利。此后10年，他在加拿大的冰天雪地里冷却那颗被火烧焦的心。从资本家到哲学家，那个狂妄的资本大鳄丙火死去了，一个通透的玄学教主癸水诞生了。但是命运的齿轮从未停止转动，躲过了水火之战的大老王，如今步入9子离火大运。他重新出山，在油管上点燃了丙火，成为了顶流，火势再起。这把火会照亮他的晚年，还是会引爆他另外一个结束？此时再无马文章指点迷津，他也根本不需要，因为大老王他自己就是魅力大家，自信而睿智，他是积德行善、光芒万丈、无所不能的拿星教主。就算再有一个铁板神术高手，还能算得出改名后的大老王吗？他通过出逃改写了剧本，既然剧本都改了，那个寿数86的承诺或许早就作废了吧。现在的他是在向天接命，那么胜负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解。第5章。蛰伏的回旋镖，开启封神之路。谁能够想到，在加拿大冰天雪地里装死10年的大老王，会在2023年突然杀个回马枪，而且这一杀就是封神，从一个被遗忘的过气大佬，一夜之间变成了全球华人的拿星教主。这真的是偶然吗？是翟山一骂醒了他吗？不，在命理师眼里，这世上没有偶然，只有时间的各种倒计时归零的那一刻。今天我就来揭开大老王第2春的命理玄机，并大胆的推演他那令人捏把汗的未来。2026年是马红羊节，究竟是他的100万金牌加冕礼，还是盛极而衰的又一次大劫？第1节，2023年癸卯年，木火通明的核爆时刻。为什么是2023年？这一年是癸卯年，这个癸水它是印星，它代表智慧，它终于在大运星星的深助下流入了日主乙木的身体，智慧就通了。这个地支卯木，它是禄神，它也是命主乙木的强根，它直接引动了年柱的卯木，又合动了月令的戌土，卯戌合火，还伴合了日支的未土和时支的未土，全盘皆动，沉寂了10年的火山，终于连通了地下的岩浆。那么为什么是10月翟山印事件？我们来看一下，10月它是壬戌月，又是戌土火库。流年的卯木，它就合住了流月的戌土，这个戌土它是火库，它就代表伤官、骂战和口才，它被彻底的点燃了。而翟山阴它只是一个隐性，实际上大老王命里的这把火早就憋不住了。第3，为什么它涨粉这么快？粉丝供养模式，大家发现没有？大老王现在的模式太从容了，他不用写稿，也不用费力的构思素材，全靠粉丝投稿，因为他的年柱是乙卯。这个年柱它代表远方，代表网络，代表大众。这个乙卯它是比劫，就代表他的粉丝。粉丝给大老王投稿，也就是送木头给这个火库，而他负责点火，就形成了极为高效清纯的木火通明。他的粉丝越多，提供的这个燃料越多，火越旺，他的名气就越大。大老王他不再消耗自己，因为这个乙木它本身身弱，癸水有限。现在的大老王他主要是通过燃烧粉丝的素材来成就自己的霸业，这就是他能轻松做到日更，而且灵感不解不了的命理原因。因为他接上了众生的充电宝。第2节，2024甲辰为何龙与龙不同？我们视频到了这里，很多懂点命理的朋友肯定会问，你之前说2012年辰戌冲差点让他家破人亡，2024年的甲辰年下面也有一辰土，形成新的辰戌冲，同样是辰年，同样是辰戌冲，为什么在2024年它不仅没有事，反而爆火？各位，这才是八字最迷人的地方，天干定生死。我们来看一下2012年对2024年，这是水淹陈塘关 vs 腾挪西甲。12年壬辰年，天干透水，水势浩大，又恰逢壬午大运从而格成立，此时水火交战，你死我活，瞬间破格。犹如在他事业和家庭之间引爆了一颗核弹，这种非人力所能扛的危机，唯有大智慧、大决心、大毅力之人能够侥幸的逃过，硬扛就是死路一条。而2024年甲辰年，天干透的这是甲木，而甲木它是参天大树，滴天髓有云，腾挪西甲，可春可秋。这个乙木大老王他最喜欢什么？乙木最喜欢缠绕在甲木身上，就形成腾挪西甲。这个甲木它就代表油管平台，代表巨大的公益流量，也是他起号时接力的那些大 V，比如说翟山一。而有了甲木这棵大树作为靠山，乙木就有了根。第2方面，辰戌冲有了这个天干的甲木作为护身，地支的辰戌相冲，它的性质就变了，它不再是坏根基，而是开财库、开食伤库。戌土火库被开，从而助旺他的才华输出、流量变现，而甲木帮他挡住了辰戌相冲带来的土气翻涌，他只需要负责捡钱。在这一年，地支辰戌丑未四库乱冲，土气翻涌，
但是对身强的李牧来说，这就是越折腾越有钱。所以我们得出结论：2024年甲辰年，这个乙木他借了甲木的势，把辰戌冲变成了岁超机，变成了灵感的源泉。第三节，2025年乙巳年，全民切片，野火燎原。2025年乙巳流年，这一年又如何？它会从2024年的高峰跌落吗？事实恰恰相反，大老王他更疯狂了，他又在攀登另一座高峰，并且几近绝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乙巳年，地支巳火入局，它与大运的巳火呼应，火力加倍，并且一直形成强大的四五位南方火局，这就叫做木火通明，野火燎原。第二方面，现象级爆火的命理玄机。巳火它是长生之火，是新生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奇观，海内外的互联网平台上冒出成千上万个靠剪辑大老王视频赚钱的账号，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盛况。在命理上，这叫比劫生食伤，那些做切片的人就是他的比劫，他的粉丝在疯狂的帮他传播，也就是生食伤，生他的火，助旺他的名声。而大老王甚至都不需要自己动，他就是火之源，全世界都在帮他添柴。所以2025年，大老王他不仅是一个博主，他成为一个行业现象，一个行走的流量图腾。第三方面，烈火烹油，甚至想从现在的大老王，他的热度还在攀升，大老王的状态会达到一个癫狂的程度，他会觉得仿佛回到了1年多的那个人物大运，也就是2008年到2011年重而阁成立的巅峰。他口若悬河，指点江山，视天下英雄如草芥。而丙火克大运辛金，丙辛相合，伤官之杀确实能得到权，能得到贵，这也是他能够坐稳拿星教主，拥有数以万计教徒和近百万外围信众的命理因由。但是预警来了，这个流年的巳火，它也是大运辛金的长生之地，巳火中还有辛金的根。火越旺，那把悬在头上的辛金之刀也被磨得越亮，所以他在燃烧自己的同时，也在透支身体的元气，这几乎是一种回光返照式的爆发。第四节，2026丙午，赤马之节，辰神还是辰辉，终于来到万众瞩目的2026年丙午年，赤马降临，九子离火运加持，大老王他自信满满，认为自己将化身为火神，也就是重而阁再现，成为拥有百万教众的精神图腾。但是我的终极推演是，很遗憾，这大概率是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我的理由如下：第一，薛定谔的重阁，我反复推演过。大运天干有一个辛金七杀，它的存在加上它身处温哥华金旺之地，这个重而阁它是不纯的，也就是很难完全成格，是带着打制的。天干丙辛相合，这叫伤官合杀。如果是普通人，这是掌权，但是在火势失控的局里，这是两军死磕。两个丙火就代表他的言论，他的狂妄，想去合住甚至消灭这个七杀辛金。辛金它代表法律规则，也代表身体，形成一种伤官见官。有朋友可能会疑惑，有管言论自由，他怎么会伤官见官？哪里来的官？并不是没有官。2026年天干丙火透出，丙辛相合，大老王自信满满，他以为自己能够合杀为权，统领江湖。但是未来的预言就在前不久，大老王因为嘲讽蓝战飞长得像猪，被平台封禁直播1周。别小看这1周，这就是老天爷给他的信号。大老王引以为傲的伤官、毒蛇、攻击性，终于撞上了七杀，也就是代表平台的规则和底线。所以即便是油管，它也是有心经规则的。人身攻击、霸凌言语就是那个红线。而蓝战飞事件告诉我们，当你狂妄到要去攻击具体的人，也就是丙火太旺，这个规则心经它就会让你闭嘴。所以在2026年，火气是现在的10倍，他骂的人会更多，惹的祸会更大。到时候来的可能就不是封禁1周，有可能是直接的封号，或者是天价的名誉侵权官司。警钟已经敲响了。第三方面，我们再看2026年丙午年，地支出现了午火，午火伏吟，午午自行，火旺到了极致。但是大运有金，地理上也有金，从格不争，这就是典型的身弱受泄。所以我们可以推演结果，在有利的一方面，它代表火旺，代表名气，就代表大老王在2026年他的流量会达到天文数字，因为火太旺了，全世界都在看着他，他可能会拿到油管百万金牌，流量登顶。相反的一面，也就是代价，火旺它会去克金，火旺金融。辛金它出自于这个月令的虚土，这个辛金在他身体里就代表肺部、骨骼、牙齿，也代表官非。所以在这一年，2026年，大老王他极有可能因为口出狂言，也就是丙火过旺，触犯平台的规则，触犯平台红线，辛金七杀，有可能会导致频道被封，或者是卷入巨大的法律漩涡，伤官见官，或者是因为身体无法承受这种高强度的燃烧，也就是这个辛金熔断，突发性的健康状况，比如说肺部或者是心脑血管的问题。我们可以做出断语，如果大老王没有做出有效的应对，按照原来的剧本，在2026年丙午年，大老王会红得发紫，但是代价可能是身体的熔断，或者是平台的封杀。终章宿命轮回与破解之道，大老王能否再次逆天改命？很多朋友担心，既然2026年这么凶，大老王就只能坐以待毙吗？绝对不是，别忘了，他是一个为了活命敢把1碗家产扔掉的狠人。蓝战飞事件对他来说，绝对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以他的智慧，他一定会复盘，一定会调整。下面是我对大老王破解之道的推演，以及本人的建议。第一节，伤官见官的避祸策略，从加特林变成灯塔，它完全可以避祸。怎么避？伤官有2种用法，一种是骂人，也就是攻击具体对象，这会引来官非，引来平台的惩罚；而另一种是渡人，比如说读信、解惑，这叫伤官谢秀。如果他在2026年戒掉评判他人的毛病，专注于传播玄学智慧，那么那个狂暴的丙火就不再是烧毁森林的野火，而变成了指引迷途羔羊的灯塔。火不烧人，只照路，这样官非可解，也不存在伤官见官的隐患。第二节，身弱不担财的应对策略，我们反复说大老王身弱不担财，自2025年开始已经呈现出火旺土燥、财多压身的状况。按理说他应该会破财才对，为什么他现在依然财源滚滚？因为他参透了舍得的顶级智慧。一方面切片分润，比劫帮身，他允许粉丝做切片赚钱；
只对粉丝量大的收取少量的管理费。在命理上，粉丝它是比劫，它是木；大老王它是乙木，它生弱，所以他把巨大的财富土分给无数的粉丝比劫去扛，这叫做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分担千斤担。他主动的散财，这是应了破财之象，就不存在财多压身的问题了。如果不分润，他想独吞这泼天富贵，身体可能早就垮了。另一方面，百刀会的宽容，功德化解，他对白嫖党的宽容，直言有钱再补，这种气度是在积阴德。身弱之人靠什么担财？一靠比劫粉丝，二靠印，也就是名声和功德。他在金钱上的豁达，无形中化解了那个足以压垮他的财星。所以2026年虽然财气更旺，但是只要他坚持这种共富的策略，钱财方面不仅无忧，反而会再创新高。第三节，真正的雷区从南战飞到政治切片，但是大老王钱能分，话不能乱讲。2026年丙午，火势太旺，伤官也就代表言论，它的力量被无限放大。你最大的隐患不是在你自己说了什么，而是在于它切片怎么切怎么剪。命理预警，伤官代表自由主义，也代表口无遮拦。你在视频里经常点评国内形势，尺度颇大，而在火旺的年份，博主传播也主严正。如果有不良的切片，为了博流量，把你的观点断章取义，剪成了极端的政治言论，在国内网络疯狂传播，这就不再是言论自由，而是重大的舆情事故。到时候引来的新京官方可能会让你在国内遭到彻底的封杀，甚至连累到国内的亲朋粉丝及教众比劫受损。所以我的忠告是，2026年务必对切片的博主实行严厉的审核，不可放任，不可失控。你是火源，他们是传火者，防火防盗更要防乱剪。第四节，被忽视的桃花杀局最大的软肋。官司好躲，还好分，情关难过。我们在关注大老王的事业的同时，千万别忽略了2026年最隐秘的杀机桃花。我们之前提到，流年丙午神煞中带鸿雁煞、天喜，还有勾角煞。鸿雁它主多情，勾角它主纠缠。对于一个身处流量巅峰、被无数女粉丝崇拜的教主来说，这才是最大的考验。他或许能够管住嘴不骂人，但他能管住心不动念吗？伤官生财，财也是女人，在火旺的年份，她的欲望是被无限的放大。如果在这个时候陷入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男女关系，也就是勾角，甚至被仙人跳，那么毁掉她的不是平台的封杀，而是人设的崩塌。所以我的忠告就是，2026年请务必远离一切非家庭关系的异性的纠葛，这是比官非更致命的案件。第五节，吉星与福报能否转危为安？情况并非那么糟糕。前面我提到的神煞，那我们再看一下。竟然齐刷刷的排出了6大吉神：太极贵人、文昌贵人、天楚贵人、天德贵人、德秀贵人，这是非常罕见的6大贵人齐聚的一个盛况。2026年虽然火旺，但是6大吉神齐聚，能否助他逢凶化吉？这正是大老王依然能够自信满满的底气所在。一方面功德护体，大老王这2年做的事的确是功德无量，他教人识人，教人避坑，教正确的事业观、爱情观、家庭观，这些都是在布施。天德贵人和月德贵人，就是这些善意的回响，这些吉神确实能够帮他挡住大部分的人祸，比如说车祸、意外、血光等等。另外，伤官合煞的逼面，我们之前担心从而格不成功，导致火金交战，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讲，他身在加拿大，这是金旺之地，而大运又有辛金，这个辛金在月令还有这个根气，在下面的巳火也有一个根，并不弱。它虽然被火克很难受，但是这个辛金它起到了降温和刹车片的作用。我们在正格里面，因为有了这一点大气，也就代表加拿大的辛金，它作为泄压阀和刹车片，让它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有所收敛。在吉神的加持下，这个丙辛合伤官合杀，它也主大名和权威，所以只要他身体能够扛得住，2026年确实是他封神的一年。所以我预计他在这一年拿下100万金牌不是梦想。第6节，终极之问，为什么这一次改名那么难？为什么2012年他能够通过逃亡改命，而2026年我却说很难？因为劫的性质变了。2012年的劫，那是外来的、外在的，是环境、是政策、是程序冲，解决外在的问题，搬家也就是换个环境就够了，而他也做到了。可是2026年的劫是内在的，是丙午火，它是心火，它也代表欲望，它是身体的炎症，而心经是骨骼、背部是衰老，鸿雁煞它是情欲，是心魔。你跑得过警察，但是你跑得过自己的欲望和衰老吗？这一次没办法通过改换地域来解决，就算飞到南极都没用，因为这个火是在他身体里烧，而唯一的解药不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求，是修心。如果大老王他能够把功德，也就是渡人继续做大，把私欲，也就是当官的骂人和这个桃花降到最低，用文昌去代替伤官这种情绪输出，那么2026年的这把大火就烧不毁他的金身，反而会把他炼成一颗神圣的舍利子。第7节，被遗忘的生死剑，失效的铁板神术，很多粉丝包括大老王自己都拿着那句寿元86当护身符，醒醒吧。当他在2012年决定出逃的那一刻，他的人生剧本就已经改写了。既然大劫能够逃过，那寿元也可能改变了。旧的说明书管不了新的机器。终极预警，紫微斗数中他的极恶宫在巳火，2025年乙巳，巳火复阴；2026年丙午又是火地，夫妻同灾。他的八字火炎土燥，土又是七星，火太旺，这个土就变成焦土，这就意味着2026年不仅他自己面临着心脑血管还有背部这种风险，他的妻子张教授也面临着极大的健康考验。土燥水干又代表妇科、血液以及免疫系统的问题。风水与生活的建议，在2026年夫妻2人生活起居必须是以补清水、降火燥为核心。在居住上，幸好是在温哥华，因为在水边，请务必多去海边、湖边散步，多参与游泳等水上的运动。去海上钓钓鱼，少去干燥的内陆、沙漠或者是南方热带地区旅游。穿戴方面，多穿白色、黑色、蓝色属金水的颜色，少穿大红、大紫、大黄的颜色。在修心方面，要注意减少直播的时长，少喷火，多喝水，多星座。
哪怕是为了再活一个甲子，这一年也请把养生排在赚钱的前面。第8节，给大老王的八字锦囊。大老王的一生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彩剧本。面对即将到来的2026年，赤马红羊，我给出的最后判词不是凶，而是险。但是无限风光在险峰。我这里给大老王4个锦囊：第一，只渡人不评人，只论事，不直接攻击具体个人，让伤官化为慈悲，用天德月德化解其伤。第二，严控欺骗，建立核心团队，用比劫帮身，建立分发奖惩制度，敌印护身，及时清退违规者，避免比劫惹祸殃及本体。第三，切记守住下三路，鸿雁结冻，万恶民为首，守住底库就是守住精神。所以在2026年，再美味的小肖父都不能碰。第四，护住肺与心，注意休息，五金护水，火星交战，肉体凡胎，请把体检的频率提高3倍，别让身体配不上你的灵魂。如果大老王做到这4点，那么2026年我们将见证一位真正的宗师诞生。他将打破伤官见官的诅咒，用福报和智慧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完美的惊叹号。愿大老王安然度过火海，未来仍是少年。尾声，现代版的了凡四训。最后，我想给大老王一个最高的评价。很多人算命是为了认命，但是大老王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改命造命。他用2012年的断臂求生躲过了死局，他用2023年的跌势而起重回巅峰，他用散财聚人的智慧化解了身弱的短板。这哪里是普通的网红，这分明是现代速成版的了凡四训。他用自己的人生亲身实践了命由我做，福自己求。至于2027年红羊年以及将来的庚辰大运会怎样，对于这样一个身在红尘中但已经跳出五行外能改写剧本的奇人来说，更远的预测已经没有意义了。我相信只要他心存善念，知进知退，大老王他一定能够创造出比寿元86更精彩的传奇。大老王2026年的辉煌就在眼前，愿你金牌在手，健康在身，笑看红尘，安度劫波。我们这一期视频既是解析，也是致敬，既是劝诫，更是祝福。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深度命理分析。如果你也想通过命理看到自己的人生剧本，请点赞订阅。我是秉言指玄，一个讲逻辑的命理师。我们下期见。